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印晨好。好，再来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春节期间啊，国际上最大的大事，那就是川普的对等关税被推翻了。好，那接下来呢，影响的就是他们的川习会的筹码了哈。我们来看到呢，虽然它的关税被推翻了，但是它还是很硬哦，一口气就宣布了，大家都收10%的关税，甚至还加码说要到15%。好，这个白宫就警告了贸易伙伴，你最好去给我履行协议。好，美国官员还说呢，川普重整旗鼓，要让关税起死回生，在关税战上呢不会收手。警告所有的贸易伙伴，你最好给我履约，而且呢，已经预告了要启动贸易调查哦。好，那个美国的经贸官员也说了他们正在设法让多项严厉关税能够起死回生，而且这些做法呢，要在法律上更站得住脚。好，也就是说呢，关税贸易政策并未改变。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川习会彭博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关税政策的逆风呢，可能会逆转这个美中谈判，让习近平在川习会上面占上风。好，川普是预计在3月31号要抵达北京。好，原本美国对中国施压的重要筹码关税措施呢被裁定无效，那就会使川普处于劣势。好，2025年一度升高至145%的关税威胁，如今通通都取消了。那么川普就更难去施压习近平，要求中国要增加对美国大豆、波音飞机以及能源产品的采购了嘛。但是中国的谈判表呢，它还是可以持续的用稀土来当做筹码哦，来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川普呢，也会失去一项重要的一个反制武器，而且这个关税伤的不仅仅是中国而已哦。我们来看到央视的玉渊谈天就评论了这个关税伤害的还是美国自己哦。玉渊谈天就指出了此举呢将会由美国企业还有消费者去共同承担，并且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诉讼。越是加征关税代价就越由美国自己人承担。好，但若美方呢以其他的法律工具继续去加征新关税，那么中方呢亦会研判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好，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搞得人仰马翻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国家都不跟美国玩了。我们来看到德国，他就已经弃川普转向中国了。好，德国总理梅尔茨呢访问了这个好，就是因为在川普高举关税手段之下呢，梅尔茨表示访问北京期间呢，将会跟习近平还有李强见面，来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并称欧洲有能力对关税问题自我防卫。好，那么此趟访中行呢，梅尔茨还特地跟数名中国问题专家共进晚餐，要来收集建议那么德国的工商会也称赞说梅尔茨这一次访华的时间是恰到好处这个工商会的主席就说了，说中国正在显著扩大在全球市场众多领域的影响力，这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了机遇。说这个梅尔茨这次访华的时机点真的是恰到好处，而且呢，现在中国已经取代美国了，成为德国2025的最大贸易伙伴。好，就是在这个梅尔茨访中的前夕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德国对中国贸易总额为2518亿欧元。好，中国是再一次的成为了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好，那我们来看到整个欧洲呢也是对美国相当的脆心所以呢，欧盟呢谈这个川普关税呢，也给出了5字箴言。好，这个是欧盟执委会22日要求美国遵守去年达成的欧美贸易协议。好，目前的情况不利于实现双方在去年贸易协议条款声明中宣告的公平、平衡及互惠。好，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但是说话要算话。同时呢，欧盟执委会也在这一份声明中提到了，欧盟的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已经在21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还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通话了。好，一边呢是要美国继续的要公平、平衡、互惠，但是同时呢，跟中国好像也是有一点戒心的哦。
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欧洲呢要复制美国的小院高墙，要排除中国去参与科研计划。这是自2026年起呢，中国的研究人员将被排除地平线欧洲合作计划之外。美国学者认为呢，随着中国科技迅速发展，欧盟采用这个小院高墙逻辑，标志着中欧在科技领域从伙伴关系逐渐的转向这个战略竞争。但是中国没有在怕他说这个禁令对中国的研究影响有限，反而可能会让你自己欧洲是更加的孤立。而且这个时候欧洲怎么样？欧洲跟美国的关系还是相当的奇妙尤其川普又再度派医疗船北上，是不是要锁定这个格陵兰呢？川普说要派遣一艘医疗船前往格陵兰，要救治当地许多生病却无人照料的民众。结果格陵兰总理很呛他说格陵兰谢绝美国的医疗船，因为格陵兰有免费的医疗福利，这个是格陵兰社会的基本元素之一，跟看医生要钱的美国不一样，我们根本不屑你的医疗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川普现在少了关税，那他跟美国到底该怎么谈呢？他跟中国要怎么谈呢？是不是已经毫无筹码了呢？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看到川普今天的下情，就让我看到1年前民进党的大罢免、大闹赛，你不觉得差不多吗？开始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盛盛大大，以为世界会改变了。最后的结果是大失败，那一样的，这个川普把整个世界搅乱了。大概是印象里面，川普你就想到的是关税，前次这边他搞得一团乱，就乱了大半天，你又才发现他那一把刀是玩具刀，他那一把枪是玩具枪，因为最高法院跟他讲，你那个是不行的，是违法的。那现在就来了，当时他能够到全世界各地去敲诈勒索，包含台湾也一样被敲诈勒索了一大票去就是用什么？不是这关税吗？那现在全世界人就发现这个关税是什么？是非法的。那你看那个对整个川普的那个打击，对美国的打击，那是有多大？我想最近这几天讨论的这些很多了，也就是说，当这一个武器已经被宣布为无效的时候，那么中美之间的谈判里，他还要有什么筹码可以来玩呢？事实上已经很清楚，关税这个筹码对中国大陆压力并不大，可是呢，对美国的信用损伤却很大。那么整个下来的结果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川普的关税大棒被宣称为非法之后反而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你看德国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德国要去以前并不知道会不会被宣判，这个川普的会不会被最高法院宣判有效无效并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可能下来的结果，在中美脱钩的情况下，那他必须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弥补的空间。一样的道理，在美德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那是他必须找到的避风港是在中国。只有德国是这样吗？全世界不都是他们找到的避风港都是在哪里？都是在中国。那么所以从这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尤其中德之间这个部分刚才主任特别谈到地平线研究在欧洲地平线研究里面排除了中国，但你不要忘了，那就是中德的联合实验室那可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什么？因为就德国讲起来，它是要中国的科研数据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的科研上，大概美国是第一，它是第二除了这一个科研数据可以相互的使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应用的场景。我们都晓得，现在整个的 AI 所进行的，不管是无人驾驶，不管是这个黑灯式这个工厂，所以等等这些应用的场景所获得的资讯，现在全世界最容易拿得到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中国大陆。那一样的，中国大陆也希望的是什么？是德国精密制造领域里面的隐形冠军。我们大家是看到鼎鼎有名的面子面的这些大工厂，不，德国能够很成功，它有很多的
这种隐形冠军的。所谓隐形冠军，就是说我们不见得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在那一些领域里面，他可是 1 的。所以在这里可以告诉各位啊，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德国城，就在泰州，就在江苏的泰州，在那里啊，用马克吃德国面包，吃德国鸡，这个猪脚啊，那是大大的是都可以使用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提一下格陵兰这个，拜托啊，不要再闹笑话了。他说要派那2艘派船仁慈号，还有另外1艘呢，叫做安慰号。这2艘现在都在阿拉巴马州的船坞里啊，还在维修中啊。他这2艘还在维修中，然后他已经吹牛了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潜水艇的官兵出了问题啊，你们不行，我们要去。是的，你要去，你也把船拍出来，还没有开完，还在维修中啊。这个川普我们I feel you了，没有办法。所以真的是，如果格陵兰的民众生病了，要等这个医疗船还等不到呢。我们来请教郭正亮哥。这个最高法院判决啊，就是2月24号，由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案衍生的所有的关税立即失效啊，所以美国等于失去了一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了，因为川普本来故意误用这个法律啊，可以让他可以随便增减关税，可是美国现有的法律并不是这样啊，所以他未来就不能够完全随意的要增加关税啊。比如说他今天用122条，立刻说要课全球15%，可是这个有法律基础，只能够实施150天，到7月24号一定要经过国会通过延续啊。那基本上没有人认为他会过了，因为国会不可能愿意加15%的税嘛，年底要选举，所以川普现在没招啦。他即便是要用232、201或301啊，那也都要经过各部会的调查，比如说商务部，或者是贸易委员会，或者是美国贸易署。那通常那个调查大概都要3到6个月。那对搞政治，坦白说啦，如果不能够立即生效，你就没有威胁了啦。大概只有台湾会怕了。那当然是因为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产业叫半导体了。那这个对中国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了，因为中国大陆谁怕谁啊？你说他中国的稀土，那你要对他做301，这个有用吗？那我就干脆不卖你。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下会造成他3月31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少了一个非常大的筹码。就他本来可以用关税来这个威胁中国的一些产业啊。那事实上在过去这1年的实施的结果，也证明川普是失败的。比如说他希望能够降低贸易逆差，结果2025的贸易逆差有史以来最高。他希望能够吸引制造业回流，那美国的制造业也没有起来啊。而且他的关税啊，他说我每年可以收入多少，结果发现到去年10月就到顶了啦，就是300亿，那之后就往下掉。然后美国整体的贸易在全球的比重在下降，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少了20%，然后中国照样在其他地方贸易总体它的贸易顺差创新高，1兆2000亿啊，连欧洲跟美国的贸易都少了20%。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用川普自己的指标来看，他没有一个项目是成功的。减少贸易逆差啦，美国制造业能够重新站起来啦，或者关税可以得到大量的收入了，全部失败。所以这种总统啊，那也是美国倒霉啦，他要再硬干啊，反正他只有150天了，大家就等着看吧。好，所以川普对上习近平到底还有什么筹码呢？难道是金融制裁，还是什么晶片出口管制吗？但是中国好像也没有想要用这个 H200嘛。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川普的筹码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啊。那我们看到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对等关税无效，但是川普他马上宣布
他原本有跟你签的这个双边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所以对于日本、对于韩国、对于台湾等啊，他认为还是有效。印度在第一时间马上宣布暂停跟你贸易的谈判啊，不谈了，等到以后再说。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对于印度来讲，它反应很快。可是看起来日本是照样买单，台湾看起来也是照样买单。而我们都知道，当它的对等关税啊，按照联邦啊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啊，这个海关在24号以后收还是不收？那他已经宣布了，对嘛？刚刚说不收了，不能收的情形下，那川普马上祭出15%，那15%哪有杀伤力？对大陆来说的话，这15%哪有杀伤力？芬太尼不能收了，对等关税不能收了，这个全世界都是15%，这个第一个不但没有杀伤力，反而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大陆的商务部马上又宣布反对你再另外跟我加15%的税，反对哦。那也就是说，如果川普没有把中国大陆豁免的话，大陆很有可能又根据你新加的税，再跟你新加15%的税。那请问一下，大陆的产品进美国的市场很好进，可是你美国的产品你要进中国的市场就更难进了，更何况你拼命想卖大豆，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进口商他会认为，哎，我买巴西的大豆关税那么低，我买你美国的大豆关税那么高，所以你的价格不见得比巴西贵，但是你的品质也不会比巴西差。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的关税比较高，我为什么要进这个关税？那这样的情形下，请问一下，你美国你要不要跟大陆来好好谈关税的问题了？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坦白说真的是没有筹码。波音也一样啊，波音的关税要不要豁免？如果波音的关税没有豁免，那它的波音怎么能够跟空中巴士在中国的民航公司里面有竞争力呢？那也就是说，你美国的波音你进中国来的时候，你的关税假设25%，而欧洲的这个空巴只有10%，那请问一下，你美国的波音怎么卖得动？你根本卖不动嘛。所以我觉得川普基本上来讲，他已经没有很多的条件可以谈了。所以格里尔才会说一句话，他说，因为他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啊，在这个框架之外，还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可以谈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开始呼应王毅所说的，把合作的清单再拉长一点。那不是一种还没去大陆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释放出一种要加强合作的讯息吗？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了，没有筹码了，所以只好加强合作了吗？没了关税的川普，习近平还会怕他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有。好，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决违法，让他反倒是恼羞了，宣布呢，全球一口气我通收10%的关税，现在呢还上调到15%，而且它要立即生效哈。他说呢，我作为美国总统要把全球关税水准从10%调高到15%，立即生效，这个是法律所允许的，也经过法律检验。许多国家数十年来占美国便宜，却未受到惩罚，直到我上台之后。好，所以这就是他所谓的 B 计划啦。但是专家说呢，这所谓的 B 计划呢，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所以一样也有可能是违法的哈，就看你能够收多久。那么川普则是去痛批，反对他关税政策的大法官，包括他任命的2位大法官，都是不爱国的傻瓜以及走狗，还声称自己对联邦最高法院唯唯诺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意要硬干到底。哇，你真的有这个方法，或者是你有这个资格去跟法院硬杠到底吗？好，不过呢，现在真的是之前就有很多的企业都对川普是有告有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最高法院正在判决这个关税没有违法，结果还真的违法了。那当初告的呢，通通都可以来申请索赔了哈。就来看到这个小酒香就非常的高兴他成功的告赢了川普，所以呢，为了要庆祝胜诉呢，甚至打开了一瓶成年的叫
中心堡葡萄酒要来庆祝啊，真的是好开心哦。但是呢，这个关税什么时候退回来还不知道哈。另外呢，来看到啦，其实啊，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个对等关税违法，不一定对川普来说是一件坏事哦。这个因为他呢削弱了川普快速课税的威胁能力，但同时也为川普政府提供了重新调整关税政策的机会。尤其啊，美国人民都非常厌恶川普的关税，还有他的善变，所以呢，现在能够重新调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哈。我们来看到啊，川普的民调啊，真的是美国民众也受不了他了哈，有70%呢批评他是不诚实的，这个不满意度呢达到了60%，那是他重返白宫以来最高的不满意度。而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呢，也普遍收到了负评，不满意度一样是高达了64%哦。而另外有高达70%的民众呢，都认为他不诚实哦，这个是这个民调调查以来的最高数字。而另外来看到美国政府自己政策的问题也是一大堆问题啊，不仅仅是关税。来看到啊，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因为陷入了停摆，所以2个快速通关计划都喊卡了。就是因为呢，他之前的这个预先安检计划还有全球通关计划呢，现在都暂停运作了。所以啊，这个航空业就很担心啊，说旅客呢可能要再一次沦为政治足球了。好，那现在没有关税啦，但是美国明年的国防预算是增加了5000亿，这个钱该怎么办呢？白宫就很头痛了啊。这个5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拖慢了白宫整体2027年度预算编列的进程。那么，川普也同意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要求，在年度预算中呢，将国防支出增加50%。这项提议呀，让白宫预算管理局、福特还有内部人士通通都反对，警告啊，这会不断的加剧扩大联邦赤字，尤其现在关税还不能收了。钱哪来呢？好，但是呢，美国在军事方面呢，还是要继续运作啊。尤其这个福特号啊，它之前呢是一直在这个加勒比海，如今呢又要接到这个要调到跨大西洋返回中东啊，这是严重冲击了官兵的士气。为什么呢？因为福特号的官兵已经离家8个月了，然后现在预计部署时间可能要超过11个月，会打破美国海军船舰连续部署的记录。除了士气受到影响，长时间的部署呢，也考验这个舰体本身的能力呀。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糟了。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海湖庄园竟然还这个时候遭到了歹徒闯入歹徒身上呢甚至是带着散弹枪哦。好，这个是美国特勤局在美东时间22日上午表示呢，有一名持枪男子竟然闯入了川普的海湖庄园安全警戒范围，而且身上啊带着疑似是散弹枪，还有一个燃料罐。随后呢就遭到了执法人员开枪击毙。川普呢，他经常呢到这个海湖庄园去过周末，不过呢还好，案发当时他人是在白宫的。那么第一夫人呢，也一样是在白宫。但是呢，为什么这一名男子要闯入海湖庄园呢？他又是谁呢？身份曝光了，他是21岁的男子。他呢，全家呢都是川普的铁粉川普呢，不是这名男子呢，年仅21岁，他是一个高球场艺术家马丁。那他前一天呢，才被家人通报失踪。家人就说了马丁他的个性很安静啊，害怕枪支，不敢相信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问题是，全家人还有马丁呢，都是死忠川粉呢，怎么会现在带着枪支闯入海湖庄园呢？难道是川粉也转向了吗？好，另外来看到啊，这种种的情势啊，包括了关税啊，还有这个政策啊，以及这个国防的预算，难道呢，川普现在面临的种种危机，真的是要让川普做不下去了吗？请教亮哥。这个川普关税，因为他这个150天到7月24就没了嘛，国会要通过延续，我觉得不太可能了。那其他的，你说可不可以再玩下去啊？坦白讲，201、301或者是232，那都要有调查报告，而且只能够针对特定产业啊。这个落实起来其实蛮难的啦。比如说301我们比较常见啊，
那通常那个调查的过程要3到6个月。当然，针对台湾会比较麻烦啊，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叫半导体啊，而且被川普已经不知道拿出来几次在那边骂啊，所以这个可是其他国家，我觉得你真的要做301、201或者是232的调查，我觉得不一定会过了。那这个就不是用关税当筹码的搞法了。因为我们要搞政治，当然就是说明天立刻生效。你怕不怕？你会怕嘛？可是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今天有看到一些我们台湾的金融机构写的报告，说这个会让川普从随心所欲的加减关税转为制度化的关税，那会刻得更凶。我觉得这个讲法简直莫名其妙，他完全不了解美国国会跟政府的实际运作了。事实上，未来他不能够立即加关税，他要经过部会的程序，不管是商务部或者全国贸易委员会，或者是贸易署，那个设定产业，然后就做调查报告的过程，那个威吓性早就没了啦。所以我坦白说啊，大概就是针对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还有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台湾的那个高阶芯片的垄断高达80几%，韩国的 HBM 高阶的记忆体大概占90%那美国可以把它说这个危及我国家的安全那这2个国家对美国也没什么筹码，所以我觉得大概只有特定几个 case 了，就是台湾、韩国可是你如果针对欧盟，我才不相信他会甩你或者是巴西事实上这次关税减幅最大的是巴西中国是第2，中国大陆减幅也非常大所以中国大陆就觉得哎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中国面对这次川普的关税战已经 game over 了，已经结束了啦。现在双方已经进入另外一种战局了啦，就我要卡你这个，你要卡我这个，那要不要来做交易变成这一种局那大概其他国家，我觉得很多国家在观望。那韩国国会3月5号要审这个贸易协议了，我觉得我们台湾不要急了，以静制动。韩国去年7月拖到今年1月那他现在要审那现在最高法院判他这个违宪，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先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处理了。韩国是第一个。韩国，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没了关税，那美国政府的收支真的能够平衡吗？还要增加这个国防的军费，他哪来的钱呢？请教赖教授。当然要排挤其他的预算了这个是如果说一块饼没有扩大，过去他认为说他可以把关税扩大嘛所以他高估了关税的收益。但现在的现实是关税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多，更何况新的1年度他的关税是不可能收这么多了我想这个是残酷的现实，他必须要面对。但是为什么会有些人的判断认为说这个是帮川普解套因为川普一旦你各位想想，如果所有的关税过去有31%的，有21%的，有35%的，有50%的，像印度就25加25嘛那等等的各种样的那种，那基础的关税就是15%，但是呢是跟他有签贸易的，也就是日本要再额外贡献这个5500亿，然后韩国3500亿，欧洲6000亿，但是又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对于美国的关税都要归0，要降到最低，而美国对他课单方面的关税。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能够压的就是他现在有完成了贸易协议的那一些国家但是没有完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他是没办法压了。但是所有的关税一旦降低以后，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分析认为说这个是帮川普解套了？因为它的物价一定会下降了。因为从过去的有50的多少的降到都是15的话，那它的关税就一定是下降，物价也应该会降下来。这个是有利于川普的选举，所以有人认为川普是装生气
有人认为他是假装生气，然后压的你这个已经跟他签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些大猪头，有大猪头，有小猪头，有中分头，有中分的猪头啊，各种猪头都有啊，长样子都不一样，有男的有女的，反正各种样子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都给他一个同样的名称，就叫做猪头啊。那这些跟美国签双边贸易协议的都是猪头，那他现在贡献的，那川普就全部收口袋了啊。这我想这个是害死自己的人，然后去图利美国的川普。那这些难道我们不应该说他是猪头吗？我不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位了哈。那他愿意对号入座，我当然也很乐意他对号入座。好，我们再来谈一下，我觉得目前为什么又是福特舰，就是福特号的航母。福特号航母不是才在加勒比海，从去年的9月10、11、12、1月、2月6个月了，都在加勒比海执行勤务，突然间他又被调到这个地中海去，所以他的官兵在海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这个是不利于这个航母的作战。第二个，不要忘了福特舰不能弹射 F-35，所以它很明显的不是主攻，主攻的战舰一定是林肯号。它是助攻的一个航母战斗舰。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航母，它的维修各方面都会有问题。那美国为什么还是要派福特？这代表美国的航母不够用了。虽然有11个航母战斗群，能用的真的是很少了。这也显示了美国真的在军事方面呢，真的是已经有点衰退了吗？请教盛峰老师。这我接着赖教授的话。美国11艘里面，现在正在船厂里面维修的有5艘，有5艘。这5艘本来不应该同时在里面的，但是因为它维修了延宕的关系，所以进去了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出得来。那另外呢，有3艘是属于它的准备的，所以现在能用的就是福特号、罗斯福号跟林肯号3艘。那各位可以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这个林肯号现在这个福特号。现在长达8个月，将来就可能长达8个月的这对美国的战力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他增加了5000亿的国会预算了，国防预算。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军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么多的钱不知道要买什么。这是很奇特，这是很奇葩跟台湾一样。不然这样就是。我5000亿现在说好要到了，国防部长要的嘛，川普说好给了，然后军方说这边怎么？然后呢，白宫被听出来说川普这个怎么办？川普舰啊，对不对？战列舰你要讲好，川普很贱，你就完蛋了，你就比较好。OK， 黄金舰队啊，黄金舰队啊，不是这个可以，你讲这个国家怎么这样子？我们还把台湾的希望寄托在这里，说我们的安全是靠这个国家来维护的呢。那我有想到，很抱歉，我想到这场，就是今天川普被判违法的情况下，违建的时候，那个气势是尽消了。那这个气势尽消，他的支持者怎么样？从民调里面大家看得出来，大幅下降。可是 MAGA 还是强烈的支持。但问题是。共和党里面现在又分2派了，一派是MAGA，一个是非MAGA。非MAGA的部分认为你胡搞，而且比例还蛮高。MAGA的部分认为你还是英雄，所以这个国家的分裂。关税支持的只有27%。是啊，那问题是他垮了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3月份不晓得，那当然讲压这么小鬼卡，你给他们讲代志。因为你是一个气势已失的总统。你要去跟一个气势正旺的人要来谈，这我们从谈判的角度来看，没有坐下去谈，你已经输掉一半了。川普这个不定时炸弹，他下一步能做什么呢？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聊。在
川普的关税被最高法院宣布违法之后呢，大概就只有台湾跟日本还是坚持要履行原本的协议了哈。我们来看到啊，日媒表示呢，日本对美的投资计划不变，说呢日本政府在考量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川普关税违宪的决定之后呢，仍将维持对美国的投融资计划不变。好，甚至呢，自民党高层呢自己都批评说，川普追加关税乱糟糟了，甚至还警告啊，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日企会恐怕要撤离美国喽。但是日本呢还是坚持这个对美投资计划不变。好，来看到啊，川普政府对各国征收的对等关税遭到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美日就对美投资还有贸易达成的5500亿美元，前提出现动摇。结果呢，自民党的高层就说了，这是乱糟糟。至于日本是否会再次与美国交涉，应该要谨慎讨论。但是日本身为盟国，必须我们担心企业可能会加速撤离美国。而且现在呢，日本已经非常惨了，日本的倒闭潮创纪录了，有124间公司没有人上班，直接破产了，所以日本的经济现在也不太好了啊。那为什么日本要坚持对美投资计划不变呢？或许就是因为在军事方面，日本还是很需要美国的。来看到啊，多名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呢，高市早苗内阁啊，要在今年去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好，那这个计划呢，就阐明了要强化这个防空网来应对大量的无人机攻击。所以呢，日本的防卫省呢，正在开发可以击落小型无人机的高功率雷射系统。好，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呢，要应对大量的无人机攻击，可以作为电子设备失灵而故障的高功率微波相关研究，已经编列了13亿日元的预算。而且啊，日本现在呢也正在着手推动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哦，就在临近台湾的海域来加速建构这所谓的导弹群岛，沿着由约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新建反舰导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电子战设施。所以因此呢，中国的驻常联合代表就非常的生气。来听傅聪怎么说的。最后，我还要强调，日本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行，公然践踏战后国际秩序，干涉别国主权，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带来新的威胁。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谢谢。好，所以现在中日的紧绷关系还是持续的。不过我们来看到啊，中国的军力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央视现在就揭秘了，说这个福建舰的电磁台射呢是采用这个超级电容储能技术，充电的时间非常的短。好，这个是央视的军事频道揭秘的，说呢福建舰的电磁弹射技术啊，能够跳过蒸汽弹射，直接使用电磁弹射，实现这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呢，就在于它创新运用了中央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的储能技术。那么福建舰呢，以电磁弹射技术就标示着中国航母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彰显了一马当先的奋进姿态。因为全球现役航母中呢，还没有这种常规动力潜舰装备电磁弹射系统哦。好，那至于啊，在日本隔壁的韩国是怎么样呢？最近它跟日本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绷哦，因为日本举办了这个主导日的活动，那么南韩政府就抗议了，说这是不当主张。好，那韩方呢也召见了日本的外交官员，表达抗议立场，敦促日方要立即废除相关活动，以谦逊的态度来正视历史。就是因为主岛这个地方呢是日韩的一个争议领土啦。好，不过呢，我们来看到啊，韩国不仅仅是跟日本呢，因为主导的问题有点闹得僵，跟美国也有问题吗？好，美韩的自由护盾联演竟然是陷入了僵局。原本呢，美韩两军是要在25日共同召开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记者会的，结果延期咯，而且新的记者会的时间呢也都没有确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南韩军方啊似乎是希望能够尽量缩减野外机动训练规模，但是美军的部分呢，增援兵力跟装备都已经运抵南韩了，所以啊，美国对于缩减训练呢是持消极的态度的。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看到，似乎就是因为涉华议题，两方有不同的看法啦。
美军呢在东亚展开了多次的行动，引发了中美战机对峙以及南韩政府不满。美方试图呢要将驻韩美军的角色啊从对朝威慑转向遏制中国，与南韩希望维持战略自主，避免被卷入中美矛盾的立场就出现了分歧呀。那这个分歧呢，就显示了美韩在涉华军事合作上面的潜在紧张。好，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政策的事务副部长这个柯博吉就称了，说美印泰防卫战略的重点呢是第一岛链的威慑，那么驻韩美军要承担相关的角色。但是啊，李在明他强调战略自主性，称既不能被牵连，也不能放任不管。南韩政府希望减少韩美的联合演习，以创造韩朝对话的氛围。很明显的啊，就是你想要这个遏制中国，我不想啊，我不想跟中国闹翻啊，所以两方呢要不要联演的话，现在就已经陷入了一个分歧的状态了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比起这个日本，韩国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哈，两方都不想得罪。我们先来请教亮哥。这个日本跟美国签的那个经贸协议啊，它没有定位为条约了，所以它不需要送国会啊。那日本本来就可以处理啊，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美元的海外资产本来就高达5兆美元，所以它要安排钱进美国投资，并不困难啊。那个钱大量的在日本寿险公司的手上，而且它投资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电厂，那美国的电厂亏损的几率不大，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讲，它就是一个固定收益的投资啊。所以我并不认为日本会去违约啦，这个跟韩国跟台湾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而且日本的 GDP 高达5兆美元，所以其实他承诺的那个金额啊，其实还好啦，5500亿还好啊，就看分多少年嘛啊。据我了解，日本是把它理解为10年的，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处理了。没有，川普说2029年。对了，可是日本人是理解为10年。OK， 那我们是1年的。不管了，反正就是日本人并没有要违反跟美国的投资承诺了，因为电厂投资对日本来讲，这也是一种，反正应该就是收益大概就是5%左右吧。那大概保险公司可以接受了啊。我倒是觉得高市早苗未来真正的挑战是他要修3个安保文件啊，这个看起来是因为他实在是绝大多数嘛，所以一定会做啊。那第一个是有关反击能力啊，他对于明确化使用门槛，他要把它写清楚，这个其实很敏感哦。就是说日本遭遇到什么样的攻击，日本可以回击了啊。那这个以前是模糊处理啊。那第二个就是国防预算要增加，要建立军事，就是要建立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了，就要国产化啊。这个部分大概争议比较小了，可是会抢到美国的生意啊。那美国会允许他做到哪个程度？这个大概未来他3月19要去美国嘛，这个有待观察。那第三就是核共享，这个也要美国同意了。那另外就是台海跟西南诸岛的防卫啊，那这个目前已经在建了飞弹基地，那这个当然是中国大陆最敏感的啊。那未来会怎么互动，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他在内阁会议做的那个施政报告，就直接讲日本受到周边中国、俄罗斯跟北韩的威胁，他就直接这样讲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主要的政策。好，所以日本现在呢，看来是会继续履约，跟台湾政府的态度一样吗？我们请教赖教授。我们是猪头吗？那如果我们履约的话，我们就是大猪头；如果我们也像印度一样有弹性的话，那就为了台湾的民众的利益着想。我们负担能力跟日本怎么比啊？你一定是猪斗，你忘记？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跟印度一样的话，那就是猪斗。那我们就是大家都很激动，不要这么多假设，不用假设。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印度一样。顺丰兄的意思是说，他绝对不会像印度一样暂停。不会啊，所以他一定会追随日本的手法啊，这样子哈。我们来插赌，那所以等于是要摆明了要当一个大猪头吗？要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吗？
这一点坦白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是苦的哈。那我又想起了那个海绵娃娃哈，就是那海绵宝宝，就海绵宝宝是心里苦，但是说不出口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民众真的是心里苦看着看着就哭了，但是又说不出口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高市早苗不要忘了，他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军国主义者及右翼，所以他对于领土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个人认为，在钓鱼岛这个部分，跟中国大陆的矛盾跟摩擦一定会慢慢的会增大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啊，对于主岛他办了一个主岛日，韩国的反应很强烈哦。所以我觉得已经在升高了韩日之间的领土的摩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北方四岛啊，他又跟俄罗斯说我们要来谈北方四岛签和平协议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了，普丁的发言人第一时间就告诉他说，日俄的关系现在是冰点啊，就降到0。那也就是说，谈都别想再谈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军国主义者的高市早苗上来了以后，他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都搞坏了。我们看看他能够坏到什么程度。好，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美韩的状态分歧了，在战略上面分歧了，会影响这个美日韩同盟出现结构性的问题吗？请教盛峰委员。不只是美日韩的而已，我们来看看，把美国的整个在东亚的政治，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东亚政治现在是寸步难行，说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吃这个养，吃那个也养。为什么？因为科夫奇博还是说，他美国最重要是第一岛链的威慑，威慑谁？当然是威慑中国大陆。可是美国会不会自己跳到第一现场来？他现在是不愿意。那不愿意的情况下，谁就有人冲出来，就把日本给扶出来。日本也很愿意，这个时候借机把自己变成所谓的正常的国家。但是呢，美国哪有那么样子？美国是希望日本由盾变成了矛，但是呢，要加安全锁。这是美国要控制的，否则的话，他是不能让你跑掉。因为在这样说，现在已经很明白嘛，这美国对自卫队的指挥，它是一体化的，就是美军的行动跟自卫队是一体化的，它加了安全锁。那么呢，对韩国，现在美国的态度也是变化了，因为李在明的这个呢，中美是采平衡的态度下，他现在是把这个盟友啊，现在变成战略管理的关系，这个是。那么在这样的里面呢，日韩又是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这里怎么样的东亚要用这几个力量要来所谓的威慑中国，这显然是困难。这时候他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菲律宾，又把菲律宾给抓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台湾就有人很高兴，说那我们也可以参加。我说你算了，你不要去扯这个东西。也因此有人就把这个做一个形容，他说二流的材料就是韩国菲律宾呢，还是把台湾给加进去，加上一个雄心勃勃但是非常体虚的公投，就是日本。然后呢，如何去围堵那个产能全开的工厂，叫做中国。